有缘人，这是一条泄露天机的视频。你若掌握了这套能量法则，你想要的都会显化。你并不是偶然刷到，而是宇宙给你的提示，所以你可以点赞收藏，多看几遍，可以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一起掌握这套法则。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能量，我们关注什么就会放大什么，能量跟随意识，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的显化力就在哪里。简单说，当你每天把能量持续的聚焦在某一个目标、某一个点上，它必然会显化成结果。那么问题来了，你把你的能量聚焦在哪里？结果是天差地别的。换句话说，你的注意力决定着你的命运。如果你把能量聚焦在你的问题和消耗上，那么问题就会膨胀、放大，消耗的事会让你更加的消耗和焦虑，陷入负面的循环中。如果你把能量持续的聚焦在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上，那么你自然就会练就遇事不乱、从容不迫的决策智慧。如果你把能量聚焦在抱怨，抱怨就占据了你的生命，你的生命状态就会越来越负面。如果你把能量聚焦在提升你的事业，你的事业就会越做越好。如果你把能量聚焦在如何让亲子关系更好，那么你的亲子关系一定不会越来越差。所以重点是我们把自己的注意力，我们把自己的能量都用在了哪里。我们很多时候能量是散掉的，并不是用掉的。其实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并不累，很多人抱怨自己心力不足，能量不够，改变很难。这里我必须要告诉你的是，只要你不乱，你的能量、精力永远是够用的。首先判断你是用能过多还是散能过多。如果你的能量是用能过多，那就用补充能量的方式，比如睡觉、冥想、打坐练气、吃顿好吃的、泡个澡，这些都能补充你的能量。如果你的能量是散掉的，那么找回状态最佳方式就是开始专注地做一件事情，并断舍你所有让你散能过多的事情。通常以下这4大能量黑洞会让你散能过多，看看你做了几个。第一个是战略混乱，你并不知道今天要做什么，这一周要做什么，你不断地在变更决策，但变更决策比你执行做事情本身还要更消耗你的能量。比如你计划好了今天看书，但几分钟就想着今天实在没有感觉，要不做点别的事情吧。但是你在干其他事情的时候，你的头脑中却有2件事情在同时占用着你的注意力，分配着你的能量。科学证实，你未完结的事物，它会一直在你的脑海中盘绕，占用着你的心流，导致你无法聚焦在有价值的事物上，从而荒废了你的一生。第二个是战术混乱，做事完全没有章法，没有复盘，在每天、每月、每个成长阶段只核心集中解决处理一个问题。比如你这个月要集中提升你的表达能力，那么在你复盘所有事情的时候，
就着重复盘这一点，把你表达力提升的越计划，到推拆解为你每天可执行落地的日计划，并做好你每天的日程表。你每天复盘的时候就只盯着这一点，你的效率都会直接飙升。第三个混乱是物理混乱，环境杂乱，丢三落四，这会让你在潜意识中无形地暗示自己，我的生活是失控的，从而容易会让你越来越无法掌控。所以无论是你的包、你的手机、你的桌面、你的家里，都尽量的要整洁干净，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不要让整理成为你额外的负担。重点是在你的生活习惯中培养你的掌控感和秩序感。第四个是情绪混乱，又或者说是关系混乱，这是大部分人的核心卡点。你的注意力总是消耗在和你无关紧要的人事物里，你总是去担忧别人的事，或是总陷入纠缠矛盾的关系中。你不但消耗自己，更还自我内耗。当你把以上这4个维度的混乱逐一击破，你的能量不仅不会被消耗，更会滋养，长出更大的力量感。你的效率产出，包括你的显化率，都会指数级的提升。我们管理不好精力，是因为协调不好欲望。你可以每天问问自己，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你的答案越清晰，越细化具体，你的能量分配就越精准，以此来协调分配你所有的注意力和动作。然而找到你真正想要什么的答案，你需要在生活中不断地去观察你的欲望，观察你的热情在哪里，观察你深层次的期待是什么。那么在这里你会找到你内心深处真实自我的答案，而不是你大脑小我的答案。这是一个持续升级你的显化力、自我探索的过程。当你不再和你目标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散能消耗过多，并且养成你日常的能量补充方式，很快你就会发现你拥有了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就是心想事成的能力。你想要什么结果都可以得到，因为你已经学会了最高善的使用并分配你内在的能量。所以你看到这条视频并不是一个偶然。现在就问问自己，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将你所有的能量都聚焦在这个充满正念的目标上。当你分配好了你的注意力，这些所有的焦虑、消耗的事情它都会自动的退去，你的人生、生命的状态都会随着你能量注意力的分配逐渐步入正轨，越来越丰盛精彩。所以接下来的影片我会详细讲解，你可以多看几遍，领悟越深，行动越快，你的显化就越精准。我们的心是中枢能量中心，可以产生一个超越自己身体的电磁场，携带着能量频率的讯息往内往外传播。以下内容将结合心理学、神经科学、表观遗传学以及量子物理学等最新研究，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说明我们是如何与万物连接及受到无形场域的束缚。了解能量场的原理后，
就能透过学习进入潜意识系统，改变自己的脑波及重设自主神经系统，启动自我更新，成为自己真正的生命主人。这世间的一切本质上都是一场能量的掠夺，所以不是你关注什么就会吸引什么，而是你关注什么就会献祭给什么。这世间的一切都是一场有关注意力的掠夺。难道你没有发现，在爱情里，当你越来越多地关注对方，他就一定会变得膨胀、冷漠，然后厌烦了。这几乎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毫无例外的定律，因为注意力就是能量，你关注什么，能量就流向哪里，所以你越关注它，他就会越自信，而你则会变得失去自我，患得患失。还有，我们常常说事已密成，你真正要做的是对神明都不要讲，就是因为当别人知道你的计划以后，你就很难专注于那件事本身了。别人对你对那件事的看法都会占据你的注意力，没人知道时，你还不太在意，结果比较放松。可一旦有人知道，你就会立刻开始紧张，万一失败了怎么办？这就意味着你做这件事的能量被夺走了很多。看，注意力就是能量。再比如，今天你刷到了我这条视频，即使你很不认同我的观点，即使你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100条表达对我的厌恶，系统算法也并不在意你的好恶，它不会在意你说了什么，它只会看你的行为，你的停留时长，你的评论次数，这些都会被判定为你对这条作品是感兴趣的。厌恶也是一种兴趣，因为你投入的注意力在这里，无论你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总之你花了时间和心思在我这儿，所以即使你不点关注，系统也会频繁地推送我的作品给你，并判定我这条作品是受欢迎的。因为你的注意力在哪里，就会滋养哪里，关注即能量。所以吸引力法则讲的不是你关注什么就会吸引什么，而是你关注什么就会养大什么。同样，你厌恶什么也会养大什么。既然如此，如果我想成功，是不是我每天只要想着我要成功，每天都去关注我有没有成功就可以了？当然不是。现实往往是你越想得到什么，就越得不到什么。这不是一种感觉，而是科学。心理学家耶克斯和多德森在研究中发现，人在做一件事时，动机、强度和效率之间并不是线性递增的关系，而是呈现导 U 型的曲线关系。也就是说，每件事儿都会有一个最佳动机水平，动机适中效率才会最高，动机过低或过高都不行。动机过低就会缺乏动力，而动机过高则会增加压力，你的心智会被占据，太关注，结果就会紧张焦虑，能量就会被对失败的恐惧分走一大半。而更重要的是，研究还发现，这个最佳动机水平的点会随着任务难度的增加而降低。也就是说，对于简单任务，人们往往需要更大的动力才能完成。
比如把东西放回原位这种随手都能做到的小事。而对于困难的任务，最佳动机水平往往要低很多，这和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不是你越想得到就越有动力。也就是说，对于想成功或者想和某个人在一起这样的复杂的任务，你反而要克制自己的渴望，把自己调整到一个有点想要又不是非他不可的状态才是最好的。因为关注即能量，我们把自己调整到一个有点想要又不是那么想要的状态，本质上其实就是在保护自己的注意力。守住你的关注，就是守住了你的能量。因为世间的一切本质上就是一场对注意力的掠夺。你关注什么，能量就会流向哪里。当你渴望成功或者渴望一个人，就意味着你的能量在源源不断地流向你关注的对象。而宇宙间的万物都遵循一条法则，那就是质量大的吸引质量小的。当那件事或那个人的能量大于你时，你怎么都弄不动它时，你在他面前就会越来越失控，最后甚至会变成他的祭品。比如，当你全然爱上一个人，就会为了和他在一起一再迁就退让，最后失去自我，成为他的祭品。同样，当你迫切渴望赚大钱，就会为了赚钱不择手段，赔了想捞本，赚了还想要更多，最后成为金钱的祭品。在你渴望的对象面前丧失对自己的控制，既不能更进一步，又无法主动离开或停止。当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你会感受到你和你的世界都在慢慢解体、破碎。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失恋了，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崩塌了。我知道听到这里，你一定会说道理我都懂，但就是做不到。好，今天既然我们了解了耶森定律，就要学会利用它。定律里面讲到，在完成复杂任务时，我们需要克制住自己的动机，甚至让它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但矛盾点在于，复杂任务往往都承载着强烈的渴望，要克制住这个可能很难。但是别忘了，定律里面还有一条，那就是简单任务恰巧又需要更高的动机水平。那解决方案不就有了吗？那就是把复杂任务拆解成若干个简单任务，然后把注意力精准地释放在一个个简单任务上。也许有人又要问了，不是说关注什么能量就流向哪里吗？那我关注简单任务能量不也会流失吗？不，这里面的关键就在于，当我们用大动机去做小任务时，拿下它就变得很容易。而这个完成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正向的反馈，变成了能量的回流和反哺。比如你想减肥，如果你关注的是我一定要1个月减10斤，那的确很难坚持。而如果你关注的是我每个动作够不够标准，发力是否精准，那么每做完一个动作，你都会感受到身体的变化。每一个动作，身体都在积极地回应你，并且以这样的心态，你会发现，你会更加敏锐地捕捉到身材的变化。
因为每一个认真感受的动作，本质上都是你在和身体做深度的交流。以前你的注意力只放在体重上，所以不掉秤你就会怀疑受挫，而现在你在专注地感受肌肉的伸缩、呼吸的节奏，即使体重暂时没有变化，你也清楚地知道在你的身体里正发生着化学反应。你的身体它不是一坨撬不动的死肉，而是一个随时都在积极回应你的生命体，而回应本身就是一种尊重，就会给人能量。就像你真正要的并不是你的伴侣有多爱你，而是具有回应的互动感，这会让你感受到你以及你的存在是被尊重的。所以当我们把注意力的刻度从大目标缩小到当时当刻的小任务时，能量就会像呼吸一样有去有回，充满了生命力。并且从另一个角度关注手头的小任务，其实就是在关注当下，关注自己，而关注自己就是在滋养自己。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的能量就跟着跑到哪里。你在早晨醒过来，立刻把你的注意力与能量放在当天你在这个三维世界中所有必须去见的人，必须去跑的地方，必须拥有的东西，以及必须去做的事情上面。这会让你的能量变得四分五裂，你所有的创造力能量都从你的身上流走，如图所示。外在的事物镜像争夺你的注意力，包括你的手机、笔记本电脑、银行账户、房子、工作、同事、配偶、孩子、敌人、宠物，以及你的健康状况。所以你的能量也到处一流。检视图后，你会恍然大悟，显然大部分人的注意力与能量都被引导到外在物质世界了。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你还有多少能量可以留给你内在世界的想法与感受，让他们为你开创出一个新的实相。我们熟悉的物质现实中，每一样人事物，每个地点或状况，在我们的大脑中都有一个相对应的神经网络，并各自连结一种情绪成分。因为这些人事物我们都已经体验过了，这就是我们的能量与过去及当下的现实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因此当你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所有这些元素上面时，你的能量就会从你身上流走，只剩一点点能量留给想法与感受的内在世界，而这些残存能量不足以为你的人生创造新事物。图中放大的部分及两个椭圆形交汇的部分，代表了我们如何利用外在世界的不同元素来强化我们对某些情绪的引头。你可以用你的朋友来强化你对受苦情绪的引头，也可以用你的敌人来强化你对憎恨情绪的引头。于是这引发了一个问题，你还剩多少创造力能量可以用来为自己规划一个新命运？你不妨花片刻时间来思索一下这个事实。你付出注意力的这些人事物都划归在你人生的已知部分，因为你都经历过了。对于已知的每一个人或每一件事物，你的大脑中都有一个相对应的神经网络，这些人事物已在你的大脑中绘制成图。
你对他们的感受与体验都是来自你的过去，你越常去体验它们，他们的神经回路就会变得越来越自动，也越来越丰富。各种不断重复的经验会持续组合，改进越来越多的回路。这就是经验所做的事，填充你的大脑。因此，你会有一个关于老板的神经网络，一个关于金钱的神经网络，一个关于伴侣的神经网络，一个关于孩子的神经网络，一个关于财务状况的神经网络，一个关于房子的神经网络，以及许许多多个关于你在物质世界所有财物的神经网络。因为你已经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经历过这些人事物了。当你把注意力以及跟它如影随形的能量分配给所有这些外在世界的人事物及问题时，你已经没剩下多少能量可以留给你内在的想法与感受了，因此也就没有多少能量可以用来创造新的事物。为什么呢？因为你思考及感受的方式将会如实地创造出你个人的实相。倘若你的所思所感都是你所知道的事物，你不过是在强化一个相同的人生而已。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你的个性不再创造你的个人实相，现在是你的个人实相在打造你的个性。你的外在环境控制着你的想法与感受，你内在的想法与感受，以及你过去及当下的外在现实世界，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生物性的对应关系。因为你的注意力、想法以及你的能量、感受始终保持不变，你的生活也会一直保持不变。最后，你的思考方式与感受方式会播送一种电磁信号，对你生活中的每个层面都造成影响，而由于你所播送的都是相同的电磁能量，所以你的生活也从来没有改变，或者我们可以说，你所有的能量等同于你过去及当下的这个现实世界的所有一切。你正在重建过去。当你将所有注意力与能量放在外在世界，并以相同的方式持续对相同状况做出反应，意味着你正处于慢性压力的状态下，导致大脑也处于一种持续激动的状态。那么你的内在世界就会失衡，你的大脑运作也会开始变得没有效率，然后你在创造任何事物时都会越来越没有效率。换句话说，你会变成你人生的受害者，而不是创造者。现在让我们仔细审视自己为什么会沉溺于负面情绪而不可自拔。当我们对外在世界中任何可能的威胁状况做出回应时，不论威胁是真的或是想象出来的，我们的身体都会释出压力荷尔蒙来动员大量的能量去因应威胁。一旦发生这种情形，身体就会失衡，而这正是压力会产生的作用。在远古时候，这种连锁反应是一种自然又健康的保命之道。在我们面对外在世界的威胁时，身体会释出含有肾上腺素、皮质醇及类似荷尔蒙的化学混合物。比如说，有只掠食动物正在追捕我们必须立刻做出战斗、逃跑或躲藏的决定。
当我们处于这种生存模式时，会自动变成唯物主义者，以我们的感官去定义现实，以及我们可以看到的、听见的、嗅闻到的、感觉得到的及尝到的事物，我们也会缩小焦点，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物质以及我们存在于某个特定时空的身体上面。压力荷尔蒙让我们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外在世界，因为那里正是潜藏危险之处。回到早期人类的生活，这种反应当然是好事，它的应变力让人类得以存活下来。然后当威胁解除后，所有的这些压力荷尔蒙的浓度会随之恢复平衡。但是在现代情况却不一样，当我们接到老板、家人的电话或电子邮件而引发愤怒、挫折、恐惧、焦虑、悲伤、内疚、痛苦或羞愧等等强烈的情绪反应时，我们会启动原始的战或逃神经系统，使得我们的反应就像被掠食动物追着跑一样。然而，相同的化学自动反应却一直保持着开启状态，因为来自外部的威胁似乎永远不会消失。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这种高度激动的状态，并逐渐变成一种慢性压力，就像是那只掠食动物不是偶尔出来张牙舞爪一番，而是跟我们住在同一个洞穴中。比如那个每天坐在我们身旁的坏心眼同事，这样的慢性压力反应不再是应变力，而是适应不良。当我们处于这种生存模式下，诸如肾上腺素、皮质醇等压力荷尔蒙会不断涌入我们身体，并在全身流窜。我们随时保持着高度警觉，而不是回归平衡状态。当失衡状态长此以往下去，我们很可能就会生病，因为在长期的压力下，健康的基因表达会往下调节。事实上，我们的身体已经被制约了，早已习惯了激增的这一类化学物质，并对这种状态上的瘾甚至渴求它们。在这种模式之下，当我们试图去预测、控制或强行取得某些结果来提高我们的生存机会时，我们的大脑会变得过度警觉与激动。我们越是这么做，这种瘾头就会变得越强，我们也会越发相信身体就是我们，把这副跟我们的身份及环境密不可分、活在线性时间之中的身躯当成我们自己。这都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身体上了。当你处于生存模式下，你的大脑警醒又激动，同时你又必须不断把注意力转移到你的工作、新闻事件、你的前任伴侣、你的朋友、你的电子邮件、脸书及推特上。你迅速地启动着每一个不同的神经网络。如果你日复一日都这么做，习惯性地缩小你关注的焦点，并不断转移注意力，这样的行为就像在你的大脑中割据地盘，使它再也无法平衡运作。这种情况之下，你等于在训练你的大脑以一种脱序的、非谐振的模式放电，而导致运作效率低落。
不同的神经网络此起彼落的胡乱放电，宛如云层中的闪电暴雷一样，让你的大脑无法同步运作。情形就像一群鼓手没有任何节奏感的同时都在打鼓。当你的大脑处于非谐振的状态时，你也会失去协调。简单来说，当你的大脑无法以最理想的方式运作时，你也无法以最理想的方式运作。在你的生命中，你所经历的每个人、每件事、每个地方都是已知的，你都可连接到一种与之相应的情绪。由于情绪是一种动能，是过去经验的化学残留物，如果你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处于那些令人上瘾的压力荷尔蒙之下，你可能会用老板来强化自己对批评的瘾头，用同事来强化自己对竞争的瘾头，用朋友来强化自己对受苦的瘾头，用敌人来强化自己对仇恨的瘾头，用父母来强化自己对内疚的瘾头，用脸书来强化自己对不安全感的瘾头，用新闻事件来强化自己对愤怒的瘾头，用前任伴侣来强化自己对怨恨的瘾头，用金钱关系来强化自己对匮乏的瘾头。这意味着你的情绪，也就是你的能量，全都跟你在熟悉的已知现实中所经历的所有人事时地物紧密捆绑在一起。这也意味着已经没有能量可以留给你去创造新工作、新关系、新的财务状况以及新生活，甚至用来疗愈你的身体。让我换个方式来解释，如果说你的思考方式与感受方式决定了你在能量场中散发出来的频率与信息，而你的能量场又会对你的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那么如果你全部的注意力以及你全部的能量都被外在世界的人事时地物占据了，你就没有能量可以供内在世界想法与感受去运作。因此，你沉溺于外在世界的情绪越强烈，就越会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外在世界的人事时地物上面。如此一来，你便将自己绝大部分的创造力能量分送出去，导致你所思所想的每一件事都局限在你已知的一切之内。当你沉溺于自己的外在世界时，便很难跳脱这个已知范围，以任何新的方式去思考或去感受。此外，你可能会沦陷在最初为你带来这所有问题的人事物而走不出来。这个过程说明的就是你如何拱手让出你的力量，以及为何没能妥善管理你的能量。回头看看图，你会发现一些例子可以说明我们如何创造出能量间接 energetic bond， 好跟外在世界的元素紧密联系在一起。请看看下图，图左边有两个共享相同信息的原子，受到无形能量场的束缚而结合在一起。图右边是两个彼此分享不满经验的人，也透过无形能量场的能量而连结在一起，保持着强有力的联系。事实上，他们正分享着相同的能量及相同的信息。要把这两个原子分开，需要付出能量。同理，如果你的注意力与能量都被外在物质世界的人事时地物所绑架，
就不难理解为何冥想时必须花上相当的能量与气力，才能打破那些紧密的连结。这便引发出了一个问题：你有多少创造力能量被内疚、憎恨、愤慨、匮乏或恐惧等情绪所占用？事实是，你得用上所有能量，才能重新创造一个新的命运。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外在世界的这些人事物上转移开来，才能超越他们或他们。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把冥想当成改变内在状态的一种模式，因为冥想让我们得以打破我们与所有人事实地物的长期束缚。一旦你克服了自己的情绪体，得以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外在世界已知的一切事物转移开来，你就可以收回你的能量，并打破你与过去及当下的这个现实之间的桎梏。你必须让自己从 somebody 转变成谁都不是的 nobody 状态，这意味着你必须将自己的注意力从你的身体、你的痛苦以及你的渴望转移开来，也必须放下某种身份，伴侣、父母、子女或员工，不再把所有注意力放在这些人身上。你必须把注意力从某些事物转移到一无他物上面，忘记你的手机、你的电子邮件，或是想喝杯咖啡的欲望，并从有境转移到无境。冥想所做的椅子，你今天稍后要去的地方，所有这些想法你都要摆脱，同时从线性时间转移到没有时间的存在。没有任何会分散你注意力的回忆或关于未来的想法。我并不是说你的手机、你的笔电、你的车子或你的银行账户都是坏事，但是当你过度依赖这些外在事物时，它们就会占据你的注意力到某种极端程度，以至于你满脑子只有它们而无法想其他事情。这是因为你与它们有强烈的情绪连结，使这些财物拥有你，而不是你拥有它们。结果就是你无法创造出任何新事物。想要创造新的事物，唯一方法就是学习如何收回所有这些破碎的能量，让你能够克服一直沉溺其中的生存情绪。正是这种情绪，让你所有的能量都被过去及当下的这个现实所绑架。一旦你把自己的注意力从所有这些外在元素转移开来，就能开始削弱你们之间在能量与情绪上的牵绊，也终于开始可以释出足够的能量去创造一个新的未来。这些都需要你能够觉知到自己曾经无意识地把注意力放在哪些地方，同时就像要分离两个键结在一起的原子一样，想有意识地打破这些束缚，也需要你付出一些能量。真正厉害的人，并不是他智慧超常，而是他善于管控自己的注意力。他们能够毫不犹豫、极致做减法，大胆极简自己的生活，删繁就简，心存高远，意主高伟，把自己宝贵的意识资源都投入到自己的人生使命中，心无旁骛，全力以赴。作为宇宙自我进化的最高级产物，人类的意识具有无限的生机与可能。意识具有兼容性与通透性，
意识选择在哪个层次上运作，就会呈现出哪个层次的功能。这是一条人生核心智慧。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的人生成就就在哪里。你注意什么，你就把能量给了什么。你注意什么，你就是在显化什么，你就是在创造什么。浮躁的时代，变化的时事，纷繁的环境，无尽的信息，很多虚妄不实的东西正在吸引你的注意力。如果你内核不稳，他们就会悄悄偷走你的精气神，偷走你的身心能量。转心向内，即是觉醒。一个人一旦开窍，意识到注意即事实，他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拉回来，从物质拉回到精神，从外在拉回到内在，从头脑拉回到身体，从繁杂拉回到精一，一切从心开始，开源节流，立体管理，不断清理负面信息，不断填充正知正见，把你的注意力层次提升上来，方向光明，意识聚焦，内容利他，人生自然就会朝向美好。觉醒之后，一定要自觉管控自己的注意力，用高维意识能量重养自己一遍。一、管好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不纠结于旧人旧事，不纠缠于烂人烂事，不回应与生命无关的事，远离一切负能量的人事物，远离消耗自己的环境，身心归位，合一中正，如如不动，守住自己的核心能量。二、允许一切的发生，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对抗具体的人事物上，要学会包容，学会接纳，允许一切的发生，允许自己做自己，也要允许他们做他人。从能量的视角通透一切的不同，皆是因为能量层级不同所致。理解一切。三、学会让蓝天虚空滋养自己。蓝天虚空隐藏着无穷无尽的生命能量，对注意力做好的回收与开发，就是让自己空下来，虚下来，身心回归到虚灵宁静的自然生发状态，把意念注入蓝天，注入虚空，你就会进入忘我的境界。四、学会用经典文化滋养自己，极致填充先贤圣哲智慧，让光明充满自己的意识空间，自己就会成为光明。超越才能拥有真正的自我善待，就是直接把自己的注意力与圣贤智慧接轨，从而快速提升自己的意识能量层级。五、用意统帅自己，以使一切力量的源泉。精神专注，意识聚焦，集中到一件事上，集中到自己的天赋热爱上，用能够真正体现自己使命的事业聚拢自己所有的精气神，为精为一，心神合一，自觉自在地进行精神创造。六、自觉成为一个观察者，保持着对自己身心、对天地万物的灵明觉知与关照，用神看着自己，看着自己的生活，看着自己的起心动念，念其即觉，教而不随，
用心若静，若即若离地活在此时此刻，活在当下，入什么样的场，呈现什么样的人生。频率与气场真的很重要，一定要坚决彻底把自己养在高能频道，绝不将就。只要你下定决心，极度自律，看高能文字，听高能音乐，说高能语言，行高能之事，交高能之友，入高能之境。你自己能量充足了，能量场强大了，一切状态都会改变，外在的东西都会自动为你匹配，匹配更高级的人事物境，匹配更具生机的人生事业。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留下一句注意力变了，能量就变了，一切就变了。境随心转，人生就是慢慢修炼自己的过程。当你把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所有外界的能量都会源源不断地回到你身上。把自己活好，让自己变得更好，一切美好都会停留在你身边。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